头要炸了，记忆在往脑子里灌。原主人大庆边军杂兵，跟着女帝退守西北。这女帝登基半年，内有反王割据，权臣断粮，外有北敌铁骑踏破3关。现在退守这破城，标准的亡国之君剧本。户主系统绑定成功，宿主赵铁柱，绑定主君大晋女帝李令仪，基础肉身改造生效，天生神力。哇，还有穿越者外挂。面对危机，主君对宿主好感度越高，可解锁战力增幅、特殊装备等 buff 加持。主君身亡，系统解绑，宿主征击同步断绝。我靠，别人家系统送神功送外挂，我这系统是来索命的。合着我996猝死穿过来，这条命全靠女帝好感续着。陛下亲征大败，退到这孤城快2月，后方的粮饷被李怀那老贼卡得死死的，弟兄们跑了8成，剩下的也都吊着半条命。北敌骑兵天天在城外晃悠，咱们跟着他真就是等死。我听说当年陛下登基就动了世家的田产，李怀那帮人早就盼着他死，可陛下是为了百姓啊。参见陛下。我靠，这女帝长得也太绝了，搁现代那是顶流级别的颜值啊！合着我这炮灰命陪葬的还是个绝色女帝？不行，这好感必须刷，命要保，人也得拿下！报！陛下，不好了，北敌先锋骑兵少说100余骑，直奔城门来了！交出李令仪，来给老子当暖床的小妾，老子饶你满城百姓不死。女帝下来陪我们弟兄玩玩，比当亡国之君舒服多了。那么猖狂，这是把老子往绝路上逼呀！横竖都是死，总不能让这么好看的女帝被北敌蛮子抓去糟蹋。老子拼一把，说不定还能活。北敌人来了，快跑！北敌人攻城了！快跑！北敌人攻城了！慌什么？持械登城，敢擅逃者斩！好家伙，这溃散场面够壮观的。不过正好，人跑得越多，我这逼装得越显眼。陛下就在这看着，我一人逆流而上，这好感度还不得直接起飞？陛下稍后，区100多杂碎，我去就回。主君心生震撼，好感度加10。主君面露诧异，这么快，好感度加20。果然反差装逼才是刷好感神器。交出李令仪，赏黄金10万两。开城投降者，既往不咎。若敢抵抗，破城之后，鸡犬不留。10万两黄金，够活10辈子了。咱们守在这儿，迟早是个死。不如……就是啊，就咱们这几10号人，怎么挡得住100多骑兵？陛下再硬气，也不能拿咱们的命填啊！全军戒备，随朕迎敌。谁开的城门？不要命了！就一个人，他疯了！赵天柱，他一个人出去干嘛？这不是送死吗？快把他拉回来！逞能呗，想在陛下面前出风头，等会儿被砍了头，看他还怎么装。那竟是死绝了，派个瘦猴来送死，你这身板够我一刀砍的吗？还是说李令仪那娘们儿没人可用，派你过来给爷爷们解闷儿？将军，别一刀砍死了，留口气让他爬回去报信儿，就说大晋女帝的狗都是软脚虾。
哦，那你下来杀我试试。笑吧笑，等会儿有你们哭的。陛下肯定在上面看着呢。这波逼装完，好感度不得直接涨一半？找死！力气不小，可惜就你一个。我就说吧，逞能有什么用？这不还是挨刀了？完了！主君心生动容，好感度加15，累计85。主君面露痛色，好感度加10，累计95。我操，涨了！挨这一刀值了！再来点狠的，直接凑够100解锁 buff。来，我看你能撑几刀！是。哈哈哈哈哈哈哈！有这点本事，也敢出来送死？大靖女帝的狗，果然都是上不了台面的废物。等我砍了你的头，挂在城门上示众。陛下，不能去啊！你下去就是送死。主君怒意翻涌，好感度加5，累计100%达标，忠义值达标，解锁忠义 buff， 战力增幅300%，控感豁免，持续一炷香，即刻生效。好极了，接下来该老子装逼了。什么东西？大人，刚才你踩得挺爽啊！就这，100多号人，连老子一根汗毛都没伤着，主将倒是先交代了。来呀！不是要砍我脑袋挂城门吗？不是要10万两黄金吗？他不是人，他不是人！将军被他一击砸碎了脑袋，快跑啊！哈哈哈！陛下，这些杂碎也不过如此。系统提示：主君心生震撼，好感度稳了，累计这波逼没白装。 100号精锐骑兵，连个兵临城下的亡国女帝都拿不下，还折了先锋大将。传我命令，让西北驻军里的人动手，300人斩草除根，连同那个姓赵的莽夫一起斩草除根。本官要把他们的人头挂在京城城门上示众。轻点，轻点。 我靠！离这么近干嘛？这谁顶得住啊？亡国女帝长得好看，也不能这么勾人啊！125。等等，凑近点会不会长好感？再近点，再近点！主君心绪微动，果然，这波血赚，当前累计140。值吗？为朕这个快要亡国的君主，差点把命搭进去。嗨，什么值不值的？陛下护着满城百姓，护着我们这些当兵的，我护着陛下，天经地义。反正我这条烂命，早就跟陛下绑一块儿了。 哦吼，害羞了，有戏有戏！陛下，南边有火光，少说300人，正往这边来。来得真快啊！好感度加3，当前累计143。李令一，识相的就自己乖乖绑着出来跪降。 老子留你条全尸，等老子破了城，就把你拴在马后拖回京城游街，让全天下都尝尝大晋女帝的滋味儿！
死守阵地，敢言降者斩！我去，这女人够飒呀！不行，好感度不能停，我得再装个大的。攻城，给我活捉李令尹！快呀，上去拿赏金！系统提示：斩杀敌兵1，主君认可，好感度加0.1；斩杀敌兵2，主君赞许0.1加0.2。你打发叫花子呢？老子卖命杀一个，才长这点儿。投石机，他们居然带了投石机！这城墙本就年久失修，根本扛不住啊！殿下，不行啊！再这么砸下去，我们撑不过晚上啊！难道我大晋真要亡于此日？陛下，投石机射程远，硬扛不行。等会儿他们再砸一轮，城墙必塌。不如等下波攻城的时候，我冲出去把投石机砸了。不行，太危险了，300叛军围堵，你冲出去就是死路一条。臣的任务是誓死守护陛下。主君心生关切，好感度+5，当前累计150。自己当心，朕等你回来。弟兄们，抄家伙跟我走！主君受伤，好感度回落5点，同步痛改出发。他受伤了！还敢动他试试！有我在，谁也别想过来！与主君肢体接触，主君心生依赖，好感度+15，守护主君击退敌兵，主君动容，好感度+15，当前累计175。不好，他们要烧门！陛下，撤！我护着你进内城。持续肢体接触，主君安心，好感度+5，当前累计180。陛下，这边走！放火，把整条街都给我烧了！我看他能躲到哪儿去！小心，有埋伏！陛下，快走！陛下，留得青山在呀，您就诈降吧，先保住性命，以后再图复国。您要是死了，大晋就真的完了呀！我大晋天子守国门，死社稷，从来没有投降的道理。内城有条密道，直通城外山坳。老周，你带他们走，朕留下断后。陛下不走，我们也不走，要死一起死！我等愿与陛下共存亡。赵铁柱，别动，躲好。我说过，有我在，没人能伤你。舍身护主，主君心神俱震，好感度+50，超额达标，解锁终极权限。拿下女帝，赏黄金1万两，其余人格杀勿论。等老子玩够了，就把他赏给弟兄们开开荤。忠义值超额达标，解锁热武器库，夫妻步枪即刻发放。妖女，给我死吧！陛下，别闭眼，接下来让你看一个真正的好东西。
妖术！这是妖术！快跑啊！陛下，叛将王虎已伏诛，叛军300，降者200余，外城尽数收复。擦一擦吧。你那把黑冲子是从哪儿来的？完了，忘了这上面有现代工业的印刻痕迹，跟他见过的所有东西都不一样。这个……朕登基半年，读过的兵书，见过的火器，听过的能工巧士线上的图纸，没有1000也有800，可朕从未见过那样的东西。它射出的不是铁砂，是整颗铁丸，穿甲破盾如丝纸。赵铁柱，朕可以不追问你那些东西是从哪儿来的，你只要记得，无论那是什么，你用它做的事是救朕，是救这满城百姓，那就够了。系统提示：主军好感度加20，累计280。当前好感度等级：信赖解锁高爆手雷乘20，基础防弹1乘1已发放。我靠，就差20点就满300了，得赶紧再装一波。报！陛下，将军，北敌3000主力到了，就在城外30里。3000铁骑，来得正好。金卓杂兵赵铁柱为靖边副将，长亲卫500骑，赐玄铁重甲1副，赏200担，许先斩后奏之权。末将领旨。将军威武！接印。谢陛下赐甲。主军亲密接触，好感度加10，累积290，解锁290了。急救包乘5，再刷一波直接满300。消音器乘2已发放。滚木再上2捆，架到3号垛口。真不愧是女帝，认真起来的样子太好看了。他害羞了，他居然害羞了！赵铁柱啊，赵铁柱，这回可不是为了刷好感了。3000北胆铁骑野战无敌，咱们就这几百残兵，真的守得住吗？守？谁说我要守？我有一计，叫请君入瓮，把人放进来，炸得他们爹妈都认不出来。狂妄！这是送死！守城诸事全由赵将军决断，朕信你。行，就冲这句话，这3000人，老子给你包圆了。冲锋路线走中间，惯性转向死角埋雷，逃跑必经的山口也给他们塞几颗。将军，您这画的是阵法图吗？上古天雷阵，天机不可泄露，照着埋就行。都准备着，等着看好戏吧！我的娘啊！这是什么火器？将军是仙人下凡，
引了天雷！敢退者斩！都给我冲！还敢来？行，那就再送你们一程。主君新月好感度加15，累计305至300，超额达标，上限提升至500。主君信任等级提升，心腹好感度累计305倍500。恭贺陛下将军大败北狄，臣特为将士们筹备庆功宴，还请陛下将军赏光莅临。将军。这老狐狸没安好心，他是丞相李怀的门生，说是庆功，实则摆的鸿门宴，就等着咱们送上门呢。鸿门宴正好，我还没吃过古代的鸿门宴，高低得去尝尝鲜。将军，您看，这2天来投的弟兄。快有1500了，这写的啥？跟蚂蚁爬似的。算了，装样子吧。不错，把青壮编入亲卫营，老弱安排去修城墙、管粮草。是，将军安排的妥当。好感度突破350，累计355分为500，解锁高精度狙击枪乘1，8倍镜乘1，配套弹药足量发放。好家伙，8倍镜大狙！我的娘嘞，百步穿前！小场面，低调，这叫精准打击，基本操作。酸掉牙了。久仰将军神威，单骑赴宴，当真有当年关云长单刀赴会之勇。好说。赵天柱，实话告诉你，我乃丞相李大人门生，今日拿你的人头回京城领赏。我说你们这酒也太酸了，拿这种东西招待客人，够馊的。妖法，这是妖法！妖术，这叫科学，跟你们这帮老古董说也不懂。现在还要杀我吗？将军饶命，是我有眼无珠，是丞相逼我做的。
丞相有令，闲杂人等速速退避。丞相府责，陛下久镇边地，久疏朝见，臣心甚念。今恭请陛下回京摄政，又有白身诏体入，窃据军职，无人臣之礼，着即刻卸甲，随使回京，由吏务部议其功过。诏体入，这可是丞相大人之令，还不接旨？听着就没好话，又是让陛下回京，又是要撸我官的李怀这老阴货。李怀一个臣子，也配对陛下指手画脚？谁给他的脸？你放肆！回去告诉李怀，陛下回不回京，轮不到他一个丞相做主。这檄文擦屁股都嫌硬，让他自己留着用。再让我看见你踏进西北地界，我保证你竖着进来，横着出去。陛下，李怀内司派钦差来阴阳你，我听着不对味儿，给撕了，人也踹出去了。陛下要是觉得不妥，我领罚。撕得好，他那点心思，朕还不清楚。你是朕亲封的靖边副将，官职是朕授的，兵是朕给的。李怀一个监国丞相，管不到朕的人头上。主君全然维护，好感度加25，累计380分之500。女帝这护短的样子也太飒了。废物！3000铁骑连个破城都拿不下，钦差也被打了回来。丞相息怒，可施借刀杀人之计。西北藩镇张节度使手握2万重兵，丞相可封他为西北招讨使，许他打下西北3县后赋税自收，官职世袭，他必然出兵。哼哼，好计！李令仪那点残兵挡得住2万大军？本相要让他困死在西北这破城里。陛下，将军，西北藩镇2万大军已出据地，前锋距此不过100里，领军的是张节度使本人。2万，行啊，够打一壶的。老周，传令下去，全营备战，把城外所有民房拆了，砖石木料全运上城头，壕沟再挖深3尺，插满坚桩，所有油坊的桐油菜油全给我蒸上来。得令。还不睡？陛下不也没睡？敌军压境，臣这不是琢磨着怎么把他们包饺吗？这里是他们的必经之路，我们可以。陛下，继续说不妨。主君心绪纷乱，好感度加15，累计395分之500。你早料到了？那可不，李怀吃了这么大亏，不派几条疯狗来咬人才怪。护驾有功，主君心安，好感度加20，累计415分成500。李令仪，你牝鸡司晨，僭越长兵，必遭天谴。赵天入，你这沐猴而冠的豺狼之辈！陛下，他叽里咕噜扯啥呢？他骂你是猴子戴帽子装人。哟，文化人骂街就是不一样啊。说，谁派你来的？军中是不是有你们的内应？你仨出列！我早就觉得不对，营寨布防天天变，
刺客还能精准摸到预兆，合着是你们3个吃里扒外的东西通风报信。赵天儒，你也是从杂兵爬上来的，凭什么你飞黄腾达，我们就要拖下去，给朕严加审问。陛下将军，招了，是丞相李怀派来的死士。另外，西北藩镇2万大军明日凌晨要来劫营，目标是生擒陛下。2万大军，李怀这驱虎春狼之计，打得倒是响。正好，送上门的军功不要白不要。既然他们想劫营，那咱们就给他们准备一份大礼。冲进去，生擒李令仪者，赏黄金1000两。不好，中计了，撤！吾乃朝廷亲封的西北节度副使，奉监国丞相之命讨逆，尔等叛逆之辈，竟敢擒我！再说一遍，我没听清。将军饶命，小人愿意归降，全营都愿归降。这就对了，早这么乖，你手下那2000人也不至于白白送命。陛下，臣又赢了，2万藩镇军1天就收拾干净了，有没有赏？这杯酒便是赏。主君心动，好感度加30，累计445分500，解锁默契状态。双人协同作战时，战力额外增幅20%。丞相，北狄可汗那边已经应下了，咱们许他破关之后，河西3州任凭他劫掠，他便亲率5万铁骑南下，2路叛军首领也都接了印进，3方合计6万余人，不日将在孤城会合。好，驱虎吞狼，本相这步棋走得正好。本相倒要看看李令仪那点残兵能不能挡得住有6万大军。传信给3路联军，不必急着攻城，先围死孤城，断他粮道，绝他援兵。本相要让李令仪和那个姓赵的莽夫活活困死在那座破城里。将军，陛下，探马来报，北狄5万在北，2路叛军在东南，藩镇残部在西，四面都围死了。咱们满打满算5000人，这……还差155点才能解锁迫击炮，6万大军啊，光靠步枪手雷顶个屁用！没事儿，刷好感嘛，我熟啊。陛下，您看着敌军围城，情势凶险，您万金之躯，可千万不能累着。才加2，不行，得来点猛的。陛下，您放心，臣对天起誓，今日就算战至最后一兵一卒，就算粉身碎骨，也绝不会让敌军踏过城门一步。知道了，守城要紧，不必说这些场面话。好感度加8，累计455分500，有效果，再来。陛下，臣这肩上的旧伤好像又隐隐作痛了，不过不碍事。为了陛下，臣这点伤算得了什么？你那肩伤3天前就结痂了，昨日搬粮袋的时候还能扛2袋，怎么现在就痛了？这不是一想到陛下身处险境，臣这心一直突突跳着不安稳吗？一不安稳，伤口就疼。陛下一笑，就不疼了。主君无奈纵容，好感度加15，累计407分500。当前好感度等级：心动，解锁穿甲狙击弹乘50，便携式医疗包乘10。470了，还差130就够600，不对，500上限。
得先冲破500再升上限，看来还得再努把力。6万大军是吧？等着，老子马上给你们整个大的迫击炮！我来了。赵铁柱，别死了，这是圣旨。臣谨遵陛下圣谕。主君牵挂，好感度加15，累计485分500。三方联军阵型已定，北敌5万压在北面，两路叛军各据东西，藩镇残部约16000人，剩下的趁夜溃散逃了。李怀这是让藩镇保存实力，拿北敌当炮灰，驱虎吞狼，虎还没到，先把狼的牙拔了。老狐狸算盘打得响，可惜碰上了我。藩镇这帮人本来就是墙头草，正好便于我各个击破。陛下，臣请率1000精锐夜袭藩镇大营，先打弱敌，再破主力，把这帮墙头草彻底打服。剩下2路叛军没了主心骨，就是一盘散沙。朕准了。将军，您这眼罩式的宝贝是啥？咋一戴上就跟白天似的？此乃天眼通，上界仙人亲传的，别往外说，天庭有规矩，不让私自下凡。将军放心，属下发誓，打死都不说。嘘。叶世敬打夜战，简直就是降维打击呀！看不见，什么都看不见，鬼，有鬼！火气从天上来的，这是天罚！看！将军，这可是500斤的辕门，您这就打开了？小意思，热身，走进去揍人。降者不杀，跪地免死。赵将军神兵天降，降者不杀。陛下，臣夜观天象，掐指一算，今夜东南方向煞气最重，正应了藩镇大营。臣遂率军奇袭，果然大获全胜。哦，夜观天象。赵青昨天还在问老周亥时是几点，今天就会观天象了。嘿嘿，我这不是自学成才，举一反三。行了，去把脸洗洗，灰头土脸的，像只从灶廊里钻出来的花猫。先去洗。系统提示：主君视效纵容，好感度加15，累计500%505，解锁夜视仪乘200，已发放。505了，离600还差95，迫击炮就在眼前了。大汗，藩镇大营昨夜遭袭，全军覆没，主将阵亡，降卒8000，余者四散溃逃。偷袭者据活口说，他们能在夜里视物如白兽，火气精准如神罚。
废物！12000人，连1个时辰都撑不住！传令全军，明日总攻5万铁骑，踏平那座破城。城中无论男女老幼，一个不留。把李令仪和那个姓赵的畜生绑到本豪马前，本豪要让他们跪着求死。遵命。明日便是决战了。怕吗，陛下？朕登基那天，满朝文武没一个跪得心甘情愿。朕以为，只要把该做的事做好，总能让他们服气。赵铁柱，你说朕这个皇帝是不是真的不该当？陛下，臣没读过什么书，大道理不会讲，但臣知道，这满城百姓，那些来投军的流民，他们信的不是臣，是陛下。您站在那儿，他们就觉着这城还有主心骨，这就够了。别人认不认您，那是他们的事，您认您自己就行了。陛下，回帐歇着吧。赵体入，你说的话，朕记住了。515了，还差85。明天老子要让这好感度直接顶满。大汗，不好了！昨夜又有一名前副长在营门口被射杀，300步外一枪毙命。这已经是3天以来死的第21个将官了。弟兄们现在都不敢出帐了。那姓赵的又来了。是，都说他那冲子是雷公藻，一响就收一条命。军中现在传疯了，说他是雷神下凡。什么雷神？不过是个会打冷冲的匹夫。传令下去，所有军官出帐必须带盾，不得单独行动。全军暂缓拔营，等本号想个办法收拾他。以为缩盾牌后面就没事，天真。嗨呀，将军，北狄那边军官现在真没人敢出帐，上个毛泽都叫亲兵举着盾牌跟着。正好，让他们蹲在帐里憋着，士气这东西憋3天就废了。将军，弟兄们私底下都在传，说您是雷神下凡，您那枪就是雷公凿，一响就收一条命。嘘，天机不可泄露，天庭有规定，不能在凡间随便暴露身份，你们知道就行了，别往外传。将军放心，属下懂规矩。大汗，丞相李大人让小人送来密信一封。丞相说，赵田珠此人拥兵自重，一生一心，只需略施小计，大尽君臣自乱。李怀这条老狐狸又想借刀杀人。赵阎王，本豪倒要看看你主子信不信你。陛下，这封降书是细作从北狄营中截获的，上面以赵将军口吻，称愿率部投诚，现陛下首级，以为投名状。陛下，赵将军手握重兵，又身怀异术，若真有异心，不可不防。请陛下急召赵将军回城，严加查问。臣附议，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。陛下万金之躯，岂能系于一介布衣出身之人之手？赵将军之心，朕深信不疑。再敢言离间者，斩！陛下，我回来了。今天又端了6个，北狄那边军官都不敢出帐了，营门口连直哨的都缩成。咋了？我错过啥了？
无视。主君全然信任，好感度加25，累计540%600。嗯，咋的？突然涨了？议和，北狄被杀了26个将官，正憋着一肚子火呢，可汗会有这么好心？陛下，这100%是鸿门宴。那你说朕该如何？我找个身形跟您差不多的亲兵，扮成陛下坐在主位上，我扮成亲兵站在旁边，胆敢妄动就给他们一枪子儿。准了，自己当心。大靖女帝肯来赴约，本汗甚慰。来，先饮一碗，再谈和议。不对，这脸不对。北狄可汗左眉有道旧刀疤，斜着贯穿眉骨，这人眉骨平整，一块疤都没有，是替身。回去告诉你们可汗，下次想议和自己来，派个丑成这样的替身来糊弄谁呢？替身被杀，500刀斧手拦不住一个人。本汗纵横草原20年，从没受过这等折辱。明日拂晓总攻，4万骑骑全部压上，本豪亲自督战，势必踏平故城。他们要来了。4万骑兵，还差45点好感度，这一仗打完必须刷满。陛下，臣昨天说要给陛下演一出好戏，您就瞧好吧。陛下，危险！您不能去。朕的将士们在拼命，朕站在后面看着。让开！系统提示：主君受伤，同步痛感触发。死守阵地，敢退者斩！姑奶奶，您可别受伤了，您疼我也疼，咱俩一条绳上的蚂蚱。主君心潮翻涌，当前好感度加25，累计590的600。再撑一会儿。主君轻微险境，好感度突破阈值，解锁轻型排爆精准校转功能，即刻发放。
将军，这又是啥宝贝？比那铁冲子还大。距离大概1200步，弹道仰角按勾3之4弦5算，斜边是差不多45度，风偏3级，修正半指。将军，您这画的可是上古算法，老夫从军40年，从未见过这等玄妙的计算之术。勾股定理，不传之秘，商周时期姜子牙传下来的，天庭那边改良过一版，我下凡前才刚学会，别往外说。装弹，目标北敌中军王站，放！大汗在哪儿？陛下！也没事。好痛，老子痛觉减免 buff 呢。陛下，臣要是死了，碑上就写“超级英勇神武赵大将军”。赵铁柱，军医，叫军医！陛下，北敌残部已退岸关外，可汗带残兵3000逃出雁门关，短期内绝无再犯之力。传令下去，降中收编，伤兵救治，阵亡将士名录造册，后续加劝。粮草从6郡调拨，优先供应百姓。是。陛下，赵将军不好了！陛下，将军伤势太重了，这一刀伤及肺腑，加上连日征战旧伤崩裂，失血过甚。老夫行医40载，实在无力回天，能不能撑过今晚，全看将军自己的造化了。真的没有半分余地。回陛下，将军能撑到现在已是奇迹，老夫能做的都做了。陛下，别怕，我在。系统提示：宿主舍身护主，主君心神俱震，解锁隐藏被动提升自愈，全面激活机体载潜能。这怎么可能？怎么了？脉象回来了。刚才还气若游丝，这会儿竟沉稳有力，比寻常壮汉还足。伤口居然在结痂长新肉，这么深的刀伤才几个时辰啊！这简直是神迹！将军他莫非真是天星下凡？这个疯子总能做出些惊世骇俗的事。陛下守了我多久啊？醒了就安分点儿。大夫说你伤得很重，
主君失而复得，亲视汤药，好感度加25，忠义值累计625文800。血赚，这一刀挨得值。陛下，有紧急军情求见，是京城800里加急。进来。陛下，京城出大事了。李怀内 C 效仿前朝董卓废立故事，已在朝堂放出消息，说陛下久镇边夺，擅离宗庙，失了帝德，要废除陛下帝位，改立宗室李崇为新帝。还有，他抓了太傅等20余名忠心陛下的老臣，全压在了京城城门楼上，扬言陛下敢东进一步，就斩一人祭旗。朕登基以来，未曾负过大晋一日。权臣李怀擅权乱政，构陷忠良，卖国求荣，今又废立天子，以老臣要挟。今日朕祭天誓师，大晋将士可愿随朕东进？愿随陛下死战，诛奸佞，行军策。丞相，女帝5万大军已过潼关，前锋不日即比河东。河东节度使刘崇拥兵3万，据守天险，若倒向女帝，京城危矣。刘崇，哼，此人最重名节，自诩忠臣。你告诉他，本相已扶立新君登基，新君圣旨在此。命刘崇为大将军，即刻出兵拦截伪帝李令义。他若遵旨，便是忠臣；他若不遵，便是抗诏叛逆。本相倒要看看他选哪条路。丞相高明协之，以伪之名节反成了他的枷锁。刘崇此人最好面子，断不敢背抗旨之名。去吧，告诉他，拦住李令英，河东3州便是他的世袭捧地。李令英啊，李令英，你进得来京城，本相倒要看看你走不走得出河东。站住！什么人？再敢靠近，放箭了！大字靖边副将赵铁柱，奉陛下之命，前来与你们节度使大人商议大事，让路。赵将军，您一个人来的？怎么，一个人不够？还是你们节度使大人不敢见？请。怕什么？他们要是敢动我，5万大军明天就踏平河东。再说了，老子还有这玩意儿呢。赵将军，本帅久居河东，世受皇恩，如今朝廷有诏，本帅自然要为国尽忠，为君非忧。君臣纲常，不可废也；朝廷正统，不可违也。哎，行了行了，什么纲常，什么正统，翻来倒去就是这几句，我听得脑仁疼。你就给个痛快话，降还是不降？赵将军，你可知道，本帅帐后有500刀斧手？知道啊，听见了。刘节度使，你猜是你那500刀斧寻快，还是我这黑冲子快？大帅，后山，后山！
山顶上被天雷劈了，是天罚！天罚！哦，那是我的炮，刚刚让人在30里外的山上试了2发，没想到动静这么大。刘节度使，没吓着吧？对了，陛下让我顺便带样东西给你看看。这是丞相的字迹。徐北狄可汗破关之后，河西3州任凭劫掠，金帛子女尽数归敌。河西3州，那是本帅的辖地，本帅的家眷祖坟，3万将士的故土都在河西。李怀他把本帅的家卖了。赵将军，本帅镇守河东17年，最恨的便是卖国求荣之辈。李怀今日能卖河西，明日就能卖河东，后日就能卖本帅的人头。来人，把这个李怀的走狗给本帅拿下！赵将军，末将有眼无珠，险些助纣为魔。末将愿率河东3万将士归降陛下。刘节度使，你做了一个正确的选择。起来吧，陛下不怪你。密报：女帝赵副将不和，请丞相派兵偷袭。这点计策，李怀手下就你们这些货色？吾乃朝廷命官，识君之路，忠君之事，尔等叛逆，必遭天谴。啰里吧嗦。系统提示：肃清内奸，整肃军心，主君赞许，好感度加15，累计640分800。僭越伪帝，山野莽夫，我劝你们速速退兵。此城固若金汤，你们就是耗到明年也打不进来。老周，传令全军就地扎营，不必急着攻城，先让弟兄们吃饱喝足了。呵呵，老子等了你们2夜了。接着挖。将军，挖到了！城墙正下方，夯土加碎时比预想松，掏了1丈深、3丈宽的枪，塞炸药管够。把所有炸药全部填进去，引线拉到地道口外300步，留长一点。天亮之前，我要看到这根引线从地下一直通到老子脚底。唉。城门已开，全军冲锋，进城！传令全军，扰民者斩，抢掠者斩，开仓放粮，让百姓先吃上饭。活路了！陛下给咱们活路了！女帝圣明，陛下万岁！待到子时，3路齐发，一路烧粮仓，一路烧大营，第3路直扑女帝住处。我们要为张大人、李大人报仇！
喂，说吧，谁指使的？城外伏兵在哪儿？说完了，我考虑让你死得痛快点。是张家小少爷。去，把人给绑了。小张是吧？怕什么？我放你走。您放我走？对，回京城去，告诉你家丞相，就说洛城大军内部不和，女帝与赵体入闹翻了。我给你3天时间，好慢了我改主意喽。李怀那老狐狸生性多疑，你越告诉他真话，他越不信。不过3分猜忌，足够让他自乱弹脚了。你说赵铁杖和女帝闹翻了？千真万确，小人亲眼所见，赵铁杖的亲兵和女帝亲卫在行宫门口拔刀相向，差点见血。赵天柱此人狡诈，放回来的探子十有8、9是饵。不过他若真以为本相会上当，那他也太小算本相了。传令下去，3日后午时，西市处斩太傅等20多名老臣。本相倒要看看李令仪是进还是退。他若敢进，本相就把他恩师的脑袋挂在城门口。丞相有令，废帝退兵回西北，敢越界一步，5时先斩太傅祭旗。明日不退，再斩3人。3日后，太傅以下20多名老臣尽数处斩。李怀，而敢！太傅当年教朕写人字的时候，朕6岁。他握着朕的手，一笔一画。他说，做皇帝的第一件事是爱人。陛下，臣连夜进京，把太傅他们完好无损的给您带回来。天牢重兵把守，京中禁卫数万，你一个人，朕不准。陛下当初把虎符交到臣手里的时候，是信臣能守住那破城，这次也一样。请您相信，臣能守住太傅。带着他，万不得已，朕在城外接你。陛下，把金银珠宝准备好，等着臣回来领赏。老爷子，丞相给足了你面子，写个字签个名，放你出去吃香喝辣，非跟自己的脑袋过不去？哼，篡位夺权的逼薄庶子，想要老夫助纣为虐，哼，休想！奉陛下之命，解救诸位大人。
赵天柱，你还真敢来！本柱让你走不出京城！放箭！妈的，包围圈至少2000人，老子手雷只剩2颗了。老狐狸，你以为这就把老子摁死了？老子既然敢来，就没打算低调的走。捂耳朵，闭眼，不许抬头。跑！别回头！将军，你带他们走，别为了老夫搭上性命。朕在此，谁敢妄动？你怎么来了？不是说好了让臣自己回来领赏吗？恩师，陛下回来了，真的是陛下回来了！陛下圣明，朱坚宁。女帝万岁！大帝万岁！烧干净，一件都不能留。哟，李相，忙着呢。北狄可汗亲戚，李令以小而不足为虑。若大汗肯南下河西3州，拱手相让。哟，证据还留着呢，谢谢啊，省得我找了。老实点儿，陛下还等着见你呢。李令仪，你窃国篡位，必遭天谴！你以为你赢了？你不过是个靠着莽夫和妖术上位的女人！大计的江山，迟早亡在你手里！嘴巴放干净点，陛下明会也是你能叫的。这世道变了，奇迹于妙能破万军，世家100年根基，竟抵不过一杆铁蝋。李怀勾结外敌，卖国求荣，构陷忠良，废立天子，罪无可赦。拖下去，3日后午门斩首，抄没家产，9族流放3000里。李令仪，你以为你赢了吗？你身边那个姓赵的，今天能帮你夺位，明天就能自己坐上去，你信他？迟早。系统提示：攻城进京，坚舰伏诛，主军好感度加15，累计665-800。朕今承天命，御级登基，改元永安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元靖边副将赵铁入于国危之际挺身而出，屡建奇功，晚大厦于江青，特册封为镇国大将军，赐金牌令箭，上可见军，下可斩将，先斩后奏，节制天下兵马。
臣领旨谢恩。龙登巅峰，恭喜宿主，往后请宿主竭力辅佐女帝。陛下，赵将军于社稷有大功不假，但镇国大将军加金牌令箭，自古权柄太重，恐非社稷之福。况且赵将军出身微末，骤居高位，恐有大臣不服啊！劳臣附议，陛下可否暂缓金牌令箭之赐，待赵将军立下更多功勋再议。若无赵铁柱，朕早死在西北孤城了。老臣不敢，老臣失言，陛下恕罪。你们谁能把朕从那里带回来，朕也赐他一面金牌。这种非议朕不想再听到，无事便跪安吧。将军这宅子比咱们西北的破营大了10倍不止。这椅子比我以前睡的那张床还宽敞。将军，您说陛下这是不是对您那啥？去，不要脑袋了敢瞎说。陛下那是看重功臣。是，看重功臣。那将军您什么时候给咱们添个主母啊？先等等吧，等他准备好了。陛下，臣有本奏：我军现有兵力8万，远超边地所需，军费开支浩大，户部不堪重负。臣请陛下裁撤冗军，节省军费，以充国库，此为社稷长久之计。户部今年税收几何？够养几万兵？回陛下，今年税收尚未完全入库，账目还在核算中。核算了半年，尚未核算完。陛下，臣有本奏：户部3年来贪没军饷47万3600两，第一笔走的盐引13万两，第二笔走的军需采购19万两，第三笔走的官银调拨抹账15万3600两。拖下去，交大理寺审讯，3日内结案。贪没军饷者，按律当斩。再有妄议军务、重伤朝廷重臣者，同罪。那本账册，你什么时候查的？朕都不知道。前天晚上，老周带着人连夜翻了3天的户部旧档，抄了满满1箱子。臣昨晚背了1夜呢。你背了1夜？今天殿上那些人，朕不会让他们再借机诋毁你。臣知道，陛下在，臣什么都不怕。系统提示：宿主已成为本朝权柄最重之臣，请宿主继续维持好感度。从今天起，你们就是大靖神机营第一批兵，营规就3条：第一，令行禁止；第二，枪不离手；第三，谁敢把火铳对着自己人，老子亲手毙了他。接下来我教一遍，你们跟着做。装弹顺序：火药、弹丸、压实、瞄准、击发。错一步，重来。手腕别抖，你是端枪还是端汤碗？枪托底肩，不是抵脸。你想把自己牙打掉？这样，肩膀放松，前臂稳住，瞄准的时候呼吸别急。对，就这样。来，扣扳机试试。
都看见了吧？练3个月，100步之内，老子让你们弹无虚发。将军唤臣所谓何事？这是火器图纸，枪卷用灌钢法反复锻打，屁厚匀了才不会炸膛。火药按我给的比例配，硝8、硝1碳1，威力比原来的大2倍。先造300杆试手，3个月内我要3000杆全部到位。陛下，您怎么来了？这地方灰大，呛得慌，您别站这儿，去那边凉棚坐着吧。擦擦脸，全是灰。臣回头洗干净了还给陛下。不用还了。将军，今儿陛下送帕子那事儿，弟兄们都传开了。传什么？传您跟陛下那个有私情。谁传的？我毙了他！全营都传遍了，您以后上朝可得小心点，那些文官的眼睛毒着呢。我叔父的血不能白流，3日后的祭天大典，就是那妖女的死期。天坛周围我已经布了人手，总共12个人，每人配了淬毒的短刃。大典那天，百姓聚集，人多眼杂，只要有人靠近女帝3步之内，他就别想活着走下天坛。大公子，天坛附近最近多了不少神机营的暗哨。神机营，一群刚摸火虫3天的愣头青，他们连少尉怎么布都还没学会，能挡住我们？照计划行事，3日之后，我要用那妖女的血祭我叔父在天之灵。祭田大典存在高危刺杀风险，预计刺客人数12至15人。刺杀方式：混入仪仗队及百姓人群中近身突袭。高危区域：天坛东侧廊柱，北侧香龙。仪仗队第5排至第8排之间。建议宿主提前布防，重点排查上述区域。老周，祭天大典的布防图你拿到没有？拿到了。天坛外围是禁卫军，内圈是礼部的人，咱们神机营只负责外围警戒，进不去内圈。进不去。陛下在哪儿，老子就能在哪儿。你今晚挑21个神机营的好手换便装，先去天坛周围摸一圈，看见形迹可疑的人，别打草惊蛇，记下长相和位置。是。赵将军，下官户部员外郎留久仰将军威名，下官敬将军一杯。放那儿吧，我待会儿喝。
去，把朕的好酒再取一坛来，赏给赵将军。哈哈哈，多谢陛下赐酒。小人奉江南商会之命，送10名舞姬来贺将军乔迁之喜，还请将军笑纳。将军，将军，将军，这是江南商会的一点心意，都是精挑细选的角色。我不缺人伺候，哪儿来的送回哪儿去，别挡道。将军，那些武姬送回去了，但盐商那边又送了一箱东西来，抬到后院了，您去看看。真大方啊！抬上马车，直接送进皇宫，交给户部的人。将军，告诉陛下，这是江南盐商捐的军费，给神机营添置火药的。名字记下来，下次征税的时候给他们减点税，人家有心了。这1箱金子，您就送国库了？废话，这么大的把柄，老子以后还干不干了？他把黄金充了国库，还说要给我减税。我送他黄金是让他给我减税的吗？东家，那咱还送吗？送个屁！这人油盐不进，果然是没脑子的山野莽夫。陛下，听说赵将军把江南盐商送的1箱黄金原封不动抬进宫了，说是捐作军费。陛下不觉得这人有点意思？满朝文武哪个收到1箱黄金不先揣进自己库房里？他要是收了，就不是他了。小女子苏婉，蜀地节度使遣来，现与将军为妾，愿侍奉将军左右，端茶递水，铺床叠被，此生无求。长得真俊啊，将军好服气。听说这可是蜀地第1美人，那姓赵的莽夫能忍住？我不缺人伺候，你哪儿来的回哪儿去。将军，奴家无处可去。节度使大人说，若将军不收，奴家便不必再回蜀地。那是你的事，我将军府不是收容所。将军不收，奴家便跪到将军收为止。这姑娘也是可怜，被当礼物送来送去的。将军心真硬，这么美的姑娘跪3天都不心软。
回宫。喝了，然后走吧。将军，真的不要怒驾。咱们将军粗人一个，怕是看避不好姑娘。姑娘还是请回吧。臣等联名参奏镇国大将军乘体录：其一，拥兵自重，神机营3000精锐独掌其手；其二，骄横跋扈，对同僚不假辞色；其三，目无朝纲，欲制谏约，翟鼎臣这于一品之志。霍光之剑在前，董卓之祸未远。臣请陛下收其兵符，削其军权，以安天下之心。赵舔柱的兵符是朕亲手给他的，你们说他拥兵自重，朕问你，他若真有一心，他早可以坐拥西北，自立为王。可他带着5万大军杀回京城，把朕扶上了这个位置。你告诉朕，这叫一心，这叫拥兵自重。再有参奏赵体录者，以诽谤朝廷重臣论处，退朝。将军，今天朝上那阵仗，您怎么一句话都不说？有陛下在，需要我动口吗？那帮老匹夫回去肯定不甘心，指不定在想什么阴招呢。有陛下在，我怕什么？你！陛下单独召臣进来，是有什么赏赐，还是想臣了？今天朝上的话，你听见了？听见了，无非就是几个老御史嚼舌根，说臣拥兵自重，居心叵测嘛，都是老把戏。赵舔柱，你若哪天想走，朕不会拦你。天下之大，你本事通天，哪里都去得。陛下说什么呢？臣这条命早跟陛下绑一块了，别说天下之大，就是走到天涯海角，也是要一起的。朕也是，朕准你留在朕身边。我靠，是我想的那个意思吗？夜深了，你回去吧。神机营阅兵的事，还得你多费心。我懂，臣遵旨。陛下也早些休息，别熬太晚。荆轲武举神机火器营专项，考核300步之外射靶，每人3发弩箭，上靶2发者可入神机营。我愿一试。300步外射靶，这根本就不可能。是啊，这不是存心刁难我们吗？
这什么玩意儿？300步，必发命中，这还是人吗？进了神机营，你们都能练成这样。5考继续，下一个。你小子不要命了！行啊，小子，胆子不小，还敢偷摸我的枪，运气也不错，偏了半寸，不然脑袋都没了。将军饶命！小人一时糊涂，小人该死！起来吧，还要考就往后排队去。神机营列阵，神机营在，第一方阵第一片出列，火枪预备，放！这等威力，若是列阵而战，便是10万铁骑也冲不破这道枪林呐！陛下，神机营3000将士操练完毕，请陛下检阅。辛苦了，精练出的这支强军是我大晋之幸。为陛下效力，是臣之幸事。大可汗愿与大晋永结盟好，再不动兵，世代和睦，永为藩属。区区薄礼，还望女帝陛下笑纳。哦，前几个月是谁在城楼下喊着要踏平孤城，抓陛下回草原暖床来着？这才几个月，就永结盟好了，变脸比翻书还快啊！那是误会，是底下的小部落擅自做主，大可汗并不知情。是吗？底下人擅自做主，能调动5万骑兵，能让你们可汗亲征。北狄的底下人权力倒是挺大。求和可以，朕有一个条件。陛下请讲，只要能结盟，什么条件我们都答应。第一，北狄每年进贡战马2000匹，岁岁朝贡，不得延误。第二，开放边境互市，我大晋商队可在北狄境内自由通行，你们不得刁难征税。做到这2点，盟约便作数。一切谨遵陛下旨意。陛下就这么放他们回去了，不趁他病要他命？咱们现在有神机营，打过去肯定能把北狄打下来。羊羔总得先养肥了再宰。现在打下来，草原辽阔，不好管控，反而耗费国力，让他们每年进贡战马，开户市赚他们的钱。等咱们的火器再强些，粮草再足些，拿回来不过是举手之力。哈哈哈哈！陛下圣明啊！将军，您这是要做什么？做一把小手重，轻便小巧，能藏在袖子里那种。陛下身边不能总是带着佩剑，那玩意儿太大，遇上近身突袭来不及拔。这个可以贴身藏着，
关键时刻一抬手就能用。给陛下的，您这胆儿也太大了。有什么大不大的？臣子给陛下送件防身的东西，天经地义，你少瞎想。火药仓再小一点，弹丸用铅弹，扳机弹簧力度要适中。将军，您没事吧？没事没事，火药装多了，枪管材料不够硬，重新来，下次少装2成火药。警告：宿主自制存在严重设计缺陷，火药仓容积超标12%，枪管材料抗压强度不足，扳机弹簧回弹延迟0.3秒，综合评级高危。建议宿主不要用自己的命测试野路子工程学。系统可提供标准图纸，是否下载？你有图纸不早说，老子搓了1晚上的铁片子。系统提示：宿主未曾主动请求。行，你狠，图纸发来。这是什么？臣自己做的，给陛下防身用。比您那把旧佩剑好使多了，藏袖子里，3丈之内抬手就能打。臣试过了，精度还行，20步内指哪儿打哪儿。教朕用。这是保险，平时关着，要用的时候往上一拨，听见咔嗒一声就开了。这里是弹匣，装了6发弹，用完换新的。瞄准的时候眼睛看准星，缺口对准目标。这样。对，手腕再直一点，枪口别往下压。朕收下了，你做的很好。你这么软。赵将军，老臣冒昧问一句，将军年岁也不小了，功业已成，位极人臣，可曾想过成家立业？太傅，您这话题转得也太突然了。老臣有一孙女，名唤月瑶，年方28，知书达理，相貌也算过得去。若是将军不嫌弃，别，太傅您饶了我吧，我这人粗人一个，满手血腥，配不上大家闺秀。将军是真配不上，还是心里已经有人了？老臣活了60多年，这点眼力还是有的。老臣懂了，那就不提了，不提。有些路啊，还是得自己走。这老头也太精了，什么都瞒不过他。你们听说了没？陛下登基1年有余，后宫空悬至今，不选后，不纳妃，不立皇夫。历朝历代哪有这样的皇帝？这还用说？陛下心里有人了呗？谁？还能是谁？
镇国大将军啊，你没看见陛下看他的眼神吗？满朝文武谁有那待遇？连通报都不用了，直接进御书房。陛下登基已逾1载，共业出城，四海归心。臣等斗胆，请陛下早立皇夫，安定国本，延续宗系，此为社稷之基，天下之望。此乃京城勋贵家族世流儿郎名册，请陛下过目。此事不急。陛下，国本不可轻忽，历代明君无不早立后宫以安天下。陛下若是觉得名单中人不够合适，还可再行甄选。朕说不急，退下。部下举盾！陛下，别怕，臣来了。谁派你来的？李怀，你受伤了，剑上有毒。没事儿，小伤，这毒也就对付普通人，臣这体质百毒不侵，您忘了。什么叫小伤？剑都扎进去了还嘴硬，刚才为什么不躲？把尸体拖下去验，封山搜捕余党。回宫只说遇了狼群，别往外传遇刺的事，免得朝堂上又有人借题发挥。说吧，谁派你来的？说完了，我让你死得痛快点。你要是嘴硬，是李怀旧部的残党。南边3个世家出的钱，他们想先杀了女帝，再扶李崇那小子复位。名单在我怀里，别烫我，我什么都招了。这样才对嘛，省了我不少功夫。将军，咱们下一步连夜抓，一个都不能跑。明天早朝之前，我要看见这些人全在天牢里。抄家流放3000里，一个不留。凡参与此谋者，不论官职大小，一律按谋逆论处。直系3代以内男子斩首，女子充军，旁边流放边地。你肩上的伤，太医看过了？看过了，说臣命硬，没伤到骨头，养几天就好。明天准你休假1日，不准去教场。臣遵旨。
陛下，南方3大世家发来檄文，说京城被五夫窃弄权柄，天子受胁，朝纲紊乱，要联合进京诛杀赵贼，还政于朝。陛下，南方世家势大，兵精粮足，臣以为应暂避锋芒，迁都北上，以图后继。臣附议，不如遣使诱和，许他们高官厚禄，世袭爵位，安抚为上。刀兵一起，江南百姓可要受苦了。一群乌合之众，也值得迁都议和。诸位大人的骨头未免太软了点儿。陛下，臣愿率5000神机营南下，不出半月，臣定将3大世家首恶擒至京城，听候陛下发落。3大世家盘踞江南100年，根基深厚，你有把握？陛下放心，什么100年世家，在迫击炮面前都是纸糊的。准奏，朕赐你天子剑，江南诸事皆由你决断。朕在京城等你凯旋。臣遵旨，定不负陛下所托。赵将军，这是家里的鸡蛋，您带着路上吃。多谢父老，保重。将军一定要打赢啊！那些世家老爷们苛捐杂税，我们早就受够了。将军啊，俺们村的男丁都被那3家征走了，你替俺把娃带回来。大娘放心，我去带他们回来。将军，您看着民心，3大世家还敢打着清君侧的旗号，结果他们征兵，百姓要么躲，要么赶，根本没人搭理。咱们一来，全夹道欢迎。那是自然，得民心者得天下，这点道理他们都不懂，还敢起兵造反，纯纯找死。对面的听着，我给你们1个时辰投降，过时不候，降者不杀，缴械不打，顽抗到底的格杀勿论。姓赵的，你是不是在西北打赢几场仗，脑子打坏了？5000人对3万人，也敢大言不惭？老子给你1个时辰逃命还差不多。还有59分钟，你们慢慢商量。想好了喊我。笑吧，待会儿哭都来不及。开炮！就这点本事，也敢学人家清君侧？你说谁脑子坏了？再说一遍，大声点，我听不清。将军饶命！小人有眼无珠，小人猪油蒙了心，求将军网开一面。我们愿献出所有家产，全给朝廷。求将军留我们一条狗命。晚了，起兵的时候怎么不想着今天？带下去，严加看管，回京听候陛下发落。将军，5000对3万，零沾王，这战绩说出去，全天下都得吓一跳。行了，收拾收拾，准备回京。别让陛下等急了。镇国大将
陛下，臣幸不辱命，三大世家首恶已全部擒获，江南平定。朕说过会等你回来。陛下好像瘦了点，是不是臣不在，朝中的事太费心了？朝中无事，倒是你跑了一趟江南，倒黑了些。将军威震天下，小王仰慕已久。这点薄礼不成敬意。这两位是西域最负盛名的舞姬，愿侍奉将军左右。美是挺美，不过带回去吧，东西也送回去。我这儿只收陛下的赏，别人的一概不要。将军，这夜明珠天下仅此一对。你听不懂？老子现在风头正盛，里外多少双眼睛都盯着呢。敢这么明目张胆的收礼，那群糟老头子知道了不得喷死我！将军，您可真是一点都不动心啊！那些宝贝随便一件够普通人家吃一辈子了，还有那些美人儿，咋的？你看上了？那叫他回来。属下的意思是，如此美人就该将军您享受啊！享受什么？你见过满汉全席还看得上窝窝头的？属下懂了。朕有样东西给你。入秋了，夜里凉，这件披风赐你。陛下自己缝的。朕闲着学的，针脚操，你别嫌弃。臣不嫌弃，陛下亲手缝的，就算全是窟窿，臣也要天天穿。油嘴滑舌。大小刚好，陛下量过臣的肩宽。看着还行，臣穿着很好看，臣以后天天穿。平身。羡慕吧，陛下亲手缝的，羡慕也没用。看见没？明黄花纹啊，那可是皇族规范，上一局绝不敢做这种款式，摆明了是陛下。何止？我宫里的同乡说，陛下连着半个月熬夜做女红，针都扎破好几次手，不是给将军的还能给谁？陛下这意思，不就等于昭告天下，赵将军是心尖上的人？都摸清了，雷公凿就放在卧房案上。西域金主说了，拿到东西黄金1000两，够咱们哥仨快活一辈子。大哥，江湖上都说这法器认主，外人碰了遭天谴，咱们真要碰？放屁！就是个厉害火器，什么认主不认主的？少废话，跟我来。老子倒想看看这法器究竟有何玄妙！警告：非法接触，开启惩罚。大哥，真有天谴，这法器真认主啊！
大半夜不睡觉，跑我家放炮仗，扰民懂不懂？懂不懂规矩？来人，拖下去关起来，明天送官府。系统这防盗电击还挺好用，省得老有苍蝇嗡嗡转。将军，江湖上都传疯了，您那把短枪现在都传成天庭法器了。又传什么呢？传我一枪崩了北极可汗？哪能啊！传您那雷公凿有灵性，认主，只听您一个人的话，外人碰了必遭天谴，轻则电伤炸堂，重则当场暴毙。现在南北武林都传遍了。还有人说，您是雷神下凡，辅佐真命女帝的，那枪就是您的法器，凡人碰不得，一碰就遭雷劈。我去，这帮人想象力也太丰富了，还雷神下凡，我怎么不知道我有这本事？嘿嘿，可不是嘛！现在江湖上没人敢打您火器的主意了，都怕遭天谴。传就传吧，正好，省得老有阿猫阿狗半夜翻墙，觉都睡不好。传得越邪乎越好，省我麻烦。属下这就去安排。手腕稳住，又往下压。是，将军。臣献给陛下，祝陛下万寿无疆，江山永固。这把陈掉了大半月，射程远，威力也足，一次装8发子弹。您以后秋猎、出宫都带着，遇到危险能自保，比那些金镯子、玉簪子管用多了。真遇上事儿，那些玩意儿挡不了刀。朕很喜欢。将军，您就是赵将军对不对？我叫沈月瑶，太傅是我祖父，我常听他提起您。是我，你是太傅的孙女，不好好读书，跑这里来做什么？祖父说您力大无穷，一个人能掀翻500斤的辕门，还说您一枪能崩了北敌主将，百步穿杨，是不是真的呀？有那么神？都是老周那帮人添油加醋传出去的。将军，您能给我看看您的枪吗？就一眼，我保证不动，就看看。那是杀人的家伙，不是拿来瞧新鲜的。小姑娘家家的，回你的读书阁去。哼，不给看就不给看，我迟早要学会。赵将军，我有话要说。沈小姐，您到底想干嘛？您天天在这儿堵我，叫人看见了，免不了说闲话。我想跟您学打枪，我听说神机灵的兵都是您一手教出来的，我也想学。我不怕苦也不怕累，肯定不给您添麻烦。你一个娇娇的世家小姐，学这个做什么？舞刀弄枪的，不合规矩。世家小姐怎么了？陛下也是女子，不一样坐拥天下，守着这大晋江山。凭什么男子能学的，我们女子就学不得？我不想做笼里的金丝雀，我也想有能自保的本事，像陛下那样。行吧，明天卯时，城西神机营训练场，迟到不等，穿利索点。谢谢将军，我肯定准时到，绝不迟到。这小丫头。
不错，手可以更稳点。将军，这沈家小姐天天来训练场，整日跟在您身后，这要是传到宫里，传到宫里怎么了？我教学生有什么问题？沈小姐毕竟是未出阁的姑娘家，况且这要是陛下知道了，陛下召臣，有何吩咐？朕听说你在教沈家小姐练火器。是啊，陛下，那丫头挺有天赋的，学得快，也肯吃苦，比不少神机营新兵还强。朕准你教了吗？是臣考虑不周，陛下要是觉得不妥，臣以后不再教了。罢了，毕竟是太傅的孙女，多学些自保的本事也好。军中重地，女子日日出入不成体统，让她每月逢3、6、9来，学完就走。你也别总亲自指点，让营里的教头教。他这是吃醋了？臣遵旨，都听陛下的。进步挺快，再练些日子就能上靶场比试了。将军，其实我知道，您心里有人。我天天来学枪，不全是为了学枪，我就是好奇，能让陛下那么在意的人，到底是什么样的？现在我看明白了，将军您很好，陛下也很好，你们是天生一对，我不会再来打扰了。多谢将军这些天的教导，月瑶受益良多。这小妮子比她爷爷还精。沈小姐是个聪明人，再说了，将军您和陛下的心意，明眼人都看得出来，也就你们自己还揣着不说。赵铁柱，你为什么不娶亲？太傅的孙女你不要，江南属地县来的美人你也不收，你到底想要什么样的？是因为朕吗？是因为陛下。从孤城之下，陛下把虎符放在我手里的那天起，臣的心里就再也装不下别人了。臣不敢说，怕僭越，怕唐突了陛下。可臣的心意从来没变过。那你怎么不说？臣怕说了，连站在陛下身边的机会都没有了，怕文官说臣大逆不道，要群剑将臣赐死。傻瓜。臣是，还请陛下治臣的罪。陛下，臣有本要奏。镇国大将军赵铁柱执掌神机营以来，借督造火器、采购军械之名，中饱私囊，贪没军饷47万两。上月军械库失窃黑火药3000斤，人证物证俱在，请陛下下旨彻查，收缴其兵符，押入大理寺严审，以明军纪。臣附议。47万两，这么多，御史大人倒是看得起我。账册上的字我认不全，但臣敢拍胸脯说，神机营的每1两银子，每1斤火药，全用在了刀刃上。臣没拿过国库半分私财，陛下若要查，臣随时恭候。只是查完了，这栽赃陷害的人，臣要亲自处置。不是谁拿本破账册就能定罪的。3日期限，朕给你时间自证，查清楚了，朕给你公道；查不清，朕再治你的罪。将军，
这帮人伪造的挺像，出库数目严丝合缝，一时半会儿真看不出破绽。严丝合缝才假，真账哪有这么齐整的？还有这儿，我签字有个毛病，落款末尾爱重重一点当记号，这帮货仿了字没仿圈，破绽这不就来了？将军，您这习惯藏得深呐，谁能想到您签字还留暗记？不然什么阿猫阿狗都敢造我的假账。去，连夜带人把那几个老贼家给我抄了，账做得这么细，家里肯定藏着赃银。陛下，臣查完了，账是假的，火药是军械监少监偷卖的，钱也全在他家里藏着，人证物证全在这儿。军械监少监抄家问斩，参与构陷的官员一律降职流放。即日起，军械监划归神机营统管，所有火器督造、采购、调配，全由赵体柱一人决断。朕就知道你不会让朕失望。有陛下信臣，臣就不会输。陛下，北疆急报，北狄新可汗继位，撕毁前盟，亲率3万骑兵南下。陛下，臣愿率1万神机营北上，3月之内定将北狄主力全歼，生擒可汗，收复河套3州。赵卿的本事，西北孤城、江南3郡早已验证。今拜赵体入为北征大元帅，授调兵虎符与天子剑，北疆一应军政事务，皆可先斩后奏。陛下怎么亲自来了？叶礼良，您该传臣入宫才是。北狄骑兵悍勇，你万要谨慎。这是你送朕的，这次换他替我护着你，打赢了回来，朕有话对你说。臣定不负陛下所托，等臣回来。前后不过1月，北狄主力尽丧，可汗被擒，王室贵族悉数被俘，剩余部落首领联名地下降书，愿割让河套3州，岁岁进贡战马3000匹，永为大晋藩属，再不敢南下半步。陛下，西北捷报，我军大捷，赵将军生擒可汗，河套3州归附。朕就知道你不会让朕等太久。臣信不辱命，北疆已定，河图3州尽归大晋版图，请陛下查验。赵将军北击狄戎，拓地千里，功盖社稷。如此功臣，当厚赏，以安天下之心。朕意已决，赵将军功在社稷，义在朕，则即日立赵体重为皇夫，昭告天下。陛下就这么定了，不怕天下人说闲话。朕是皇帝，何须看他们脸色？臣这辈子都会守着陛下。陛下大婚，陛下万岁，皇夫千岁。陛下万岁，皇夫千
千岁！帝后交拜，祭祀先祖，告慰江山。陛下万岁！皇甫千岁！陛下万岁！皇甫千岁！大庆盛世！陛下和皇甫白头偕老。陛下万岁！皇甫千岁！这是千古第一等的帝后情深，是女帝与战神的传世佳话呀！皇甫千岁！大庆盛世！数年后，盛世太平，国库充盈，百姓安居乐业，江南稻花飘香，北境商队络绎不绝，神机营扩编至万人，火器一代代改良，四方小国岁岁朝贡，无人敢犯大境边境。偶尔有老臣拐弯抹角提选秀、提纳妃，李令仪只有一句话：朕有皇夫一人，足矣。久而久之，再也没人敢提。天下人都知道，当今陛下与皇夫是并肩打江山的情分。陛下，你看这万里山河，都在你脚下。山河万里，不及君在侧。这天下是朕的，也是你的。新到的绸缎，江南来的好料子。陛下，还记得第一回见您，您进伤兵堂给弟兄们分麦饼，那时候我就想，这么好看的陛下不能输，更不能落在北狄蛮子手里。那时候朕以为你是个不要命的莽夫，没想到这莽夫陪朕走了这么远。山河万里，不及君在侧。这天下是朕的，也是你的。